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首先歡迎今天到場嘉賓，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各位好，大家好，以及國際情勢專家賴岳清賴教授。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李將軍。依林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在今天的節目一開始，我們要帶大家來討論的是中日緊張關係不但沒有趨緩，而且逐漸在升溫。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日本的產經新聞就報道了，說日本防衛省在研議，假如中國真的侵台的話，那自衛隊跟美軍首先他們的目標就是要集成福建艦，讓登陸的艦艇兵力可以減少。但是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央視也公布了福建艦有最新的進展哦，是他們正在展開這個海上的實兵訓練，而且不是單打獨鬥，它旁邊有055大區延安艦、054A 通遼艦、殲35、殲15T、殲15DT， 還有空警600。好，所以整個看起來呢，護衛隊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那顯示出，其實現在中國海軍它的整體的作戰能力是越來越成熟。我們要請教蔡委員您來看，因為現在呢，日本口頭上說他要集成這個福建艦，但是以他們的實力來說，真的辦得到嗎？還是說在這些王牌搭子的護衛之下，被攻擊的話，會不會日本是先被反擊的？我覺得日本人可能要面壁吹牛個3年再來吧。為什麼？你要打航空母艦，在睡覺的時候絕對做得到，但是如果你白天的話，就沒辦法做白日夢。我們要檢討一下日本有沒有反艦導彈。沒有反艦導彈，你打什麼航空母艦？好，那檢討它有沒有？它還真的有哎。可是問題，它的反艦導彈，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哈。它的12式地對艦，就地對艦打，那只能打200公里。福建艦沒事幹，跑到你200公里的岸邊幹嘛？這就說不通。所以日本的岸置機動反艦導彈只能打海警船。再來哈，它增程式的可以到1000公里。那對不起，可是亞音速的，就是不到超音速。那也沒什麼用。為什麼？穿透力不夠，而且航空母艦會距離你1000公里嗎？也不會，起碼距離你1500公里啊，因為太近了哦，你飛機起飛2、3就到了嘛。那再來海上有沒有反艦導彈？有，它90式的200公里，17式的這個300公里多一點，然後說12艦載式的未來會到500公里。那我不曉得你這個艦隊要靠多近？這就早就被福建艦給打沉了啊！再來，它有空射的反艦導彈，完了更經典，它有 ASM 1號，他自己做的70公里 ，ASM 2 170公里 ，ASM 3它叫做高速反艦導彈，據說可以到3馬赫，但是那還不是高超音速，3馬赫可以到200公里，這種射程怎麼打福建艦？所以我說，日本先生白天不要吃太多安眠藥，會打瞌睡啊。所以這個叫吹牛皮。那你說可不可以用美國買的戰斧導彈可以打1600公里？問題戰斧導彈是次音速的，而且是在戰斧導彈主要是公路用的啊，要做反艦那還早了哈。所以他說日本正在積極開發可以打那種1000公里的。跟中國一樣高超音速的滑翔體，用 HGV 來打，那就是彈道型的啊。很抱歉還沒看到啊，等他看到了再說。大家較量嘛。可是你日本可能會面對東風，東風打不幾型啊，一打東京就不見了，大阪也不見了，廣島也不見了，長崎也不見了。這個你日本自己想一想啊。自己想，這是比較實際的問題。好，確實，在目前呢，蔡委員的分析看來是有難度的啦。但是日本他敢說這個話，也不是說他沒有底氣，因為最近在日本在做什麼呢？首先是因為它的飛彈產業，其實這幾年來進展是非常的大的。共同社就報道了說，日本呢，它呢已經將這第一批由五角大廈授權他們代工的愛國者飛彈出口到美國。那其實這是2戰之後首次出口這種殺傷性的武器。那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現在也在考慮他要修訂這個安保3文件、非核3原則，甚至說可能允許美國在日部署核武。好，換句話說，日本呢現在呢不但是要出口這個殺傷性的武器，而且要引進核武。那賴教授你來看，也就是說他們這個組合拳真的已經架好了，所以是有這個底氣可以跟中國來對抗嗎？
我同意這個蔡委員的說話，這個也是大話了啊，因為連美國這個川普他自己說他要打造一個金瓊啊，這個因為以色列有鐵穹嘛，那美國有金瓊，金瓊都沒有辦法攔截俄羅斯的導彈，那他更不可能攔截中國大陸的導彈，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導彈這個部分，大陸的發展比俄羅斯、比美國還要強。尤其是中程的彈道導彈，超高音速，目前來說，在全世界居於最高領先地位的就中國大陸。那你想，這個金瓊就是要從外太空開始進行這個第一套的防禦圈，再從高空第二套，然後再從大氣層第三套，一直到進來的時候才是愛國者導彈，已經是近空的防禦了。那日本的防空導彈是經過美國授權的。所以也就低空的防空導彈，啊，所以這個它的殺傷力並不大的啊，並不是想象中那麼大。就像台灣也有愛國者2、愛國者3啊，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它本身的防禦能力是有限的，啊，因為它攔截不了超高音速的導彈。為什麼？因為它最高的馬赫就是4.5馬赫，那你怎麼4.5馬赫？你怎麼可以追10馬赫的導彈呢？也就是說，你慢車速你怎麼能夠追得上快車速呢？而且更何況是中國大陸的導彈，它有經過2到3次的變換，我們叫做變軌飛行，就是變換飛行姿態，你的演算基本上是來不及的。也就是說，當它產生第一次的變軌的時候，你的電腦要去重新捕捉它，重新計算，那你基本上你的防禦的時間就一直壓縮了。到最後，它在穿破大氣層要開始進入攻擊的姿態的時候，它還可以再變軌，因為它是水漂式的，它不斷的在變軌的過程中，你的計算根本來不及，等到你發現的時候，你已經被擊中了。所以我想這個是大話了，大家都知道，講這個說所謂的我已經有能力因為美國授權給我制造這個愛國者3，那也就是引進美國的技術，那我已經有這個能力沒有？基本上來講，我們覺得這個是近空的防禦，它效果不大。就這樣，很多人在嘲笑台灣，就是說你買一堆愛國者，你基本上來講攔不住解放軍的這個導彈的這個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更何況就是導彈並不是只有1、2枚，無人機，還有各種火箭彈，還有各種那個水面或者是水下，或者是空中，或者是地面發射的各種導彈。對日本來講，它沒辦法攔截的。你看看這次大陸為什麼在黃海進行實彈演練？在大陸在黃海進行的實彈演練，你用我們講彈道導彈好了，就是拋物性原理，你把它一拉的話，它的作戰半徑就在日本的全島了。所以為什麼黃海的實彈射擊那麼重要？而且那是一種警告式，也就是說你本身把它，因為我射高射很高。那我把這個彈道導彈一拉平的時候，你涵蓋在日本的全島的情形下，日本本身是攔不住的，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講到無核三原則的問題。大陸的核武使用是對於沒有核武國，它是不會使用的。但是你一旦有了核武，那你就是構成中國大陸用核武攻擊你的這個對象了。那我們再來看核武，基本上來講，你要注意一個是彈頭的部分。戰略跟戰術的彈頭，另外一部分就是載具，載具就是我把你送多遠、送多快、送多準。那核彈本身的準確度並沒有那麼要求，但是它的速度要快，要投得夠遠，然後它的彈頭的造成的殺傷性的威力要夠大。好，那最後一個就是你的承受力。我們一般來講，我在法國巴黎大學讀國防戰略研究所博士班的時候，我們的一個老師他是核武專家，他就談到了就是核戰哪一些國家打得起，哪一些國家打不起。那很明顯的，日本是打不起任何核戰的。為什麼？第一個，國土面積狹小；第二個，人口多；第三個，整個東京經濟板塊太密集了，所以它本身承受不了任何核彈的攻擊。那因此，日本發展這個核武的問題，非但不能夠威懾到中國大陸，本身還會遭到俄羅斯、朝鮮跟大陸本身的雙方都是核武國的攻擊。蠢成這個樣子，這是人類間的奇葩。
好，從賴教授跟蔡委員的點評聽起來呢，日本想要反擊，甚至說把這個福建艦擊沉呢，都是有一定的難度，甚至認為是說在說大話。好，不管日本有沒有這個底氣，但是我們現在拉到日本的內部來看，因為現在包含沖繩都出現了民意上的裂痕跟分歧了。因為沖繩本島其實呢，因為在這個二戰的傷痛到現在呢，其實他們的反戰情緒是非常強的。從圖卡當中您看到，這個不再有沖繩戰役會的會長他就說了，說呢，其實如果台灣有事，美軍又從沖繩出兵的話，那他認為說沖繩就一定會被拉入這個戰爭，那當地的人民是被犧牲的狀態。但是呢，石垣島就不一樣的態度了哦。石垣島的市長他說可以理解高市早苗的說法，所以他認為如果中國封鎖台灣，那石垣呢本身就會是第一線城市，所以他認為說這個準備是要先做好的。好，李將軍請教你，也就是說現在沖繩本島不想打，但石垣可以當這個前線。那如果中國真的封鎖台灣的話，包括了石垣在內的城市，也就是說會陷入危機。中日兩國如果真的在這個宮古海峽爆發衝突，您覺得誰占上風？你問的有2個地方，一個是石垣島，一個是宮古海峽哈，我分別就是這2個地方來說明。第一個來講的話，就石垣島哈，它是毫無抵抗的能力，因為這個解放軍在前天已經證明了哈。那石垣島這個從石垣島跟台灣中間來講的話，解放軍用了一架無人的這種飛機和無人機從這邊台灣跟石垣島中間穿過哈。這個我研判可能是經常來台灣的那個無人機了。它的如果說是這架無人機的話，它的這種在空滯空的時間有到15個小時。那當時這個日本自衛隊它的這個戰機有曾經有起飛哈，來做這個監視的這種動作。但你要知道，無人機對抗有人機來講的話，除非說真的開戰，不然的話是絕對是有人機吃虧的。因為你有人機在空中來講，你飛行員不管是油料或者是人員的體能來講，你最多就是2-3個鐘頭。那他可以在這邊無限給你繞15個小時，那你怎麼去應付它哈？可能這個幾波下來講的話，這個人疲馬困，你又不敢將它擊落，所以這是石垣島的一個狀況。當然，如果說真的戰時來講的話，以解放軍現在的無人機能力來講的話，應該很快可以解決掉石垣島哈。那至於說宮古海峽的話，我覺得如果說在宮古海峽發生開戰的話，那日本是100%佔領有利的地位。那為什麼？因為宮古海峽，我們大家看一下啊，整個所謂的第一島鏈，大陸這個海軍它要出第一島鏈，大概不外從2個地方，北邊就是宮古海峽，南邊就是巴士海峽。那宮古海峽最寬的地方約300公里哈。我們如果說按照蔡委員剛剛所跟我們講的這種它的對艦導彈的射程，假設說有200公里的話，它分別在宮古海峽的2端部署這種對艦導彈來講，它就很容易可以封鎖整個宮古海峽。你要通過它的話，那你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如果再加上布上水雷來講的話，可能解放軍要通過這個地方難度就會增加很大。也就是因為如此哈，所以我認為解放軍他如果說要出第一島鏈的話哈，大概除了宮古海峽就是下面的巴士海峽。所以我認為他有3種方法會出宮古海峽。第一種方法就是先下手為強，這個開戰之前就先將宮古海峽周邊的這種海空的導彈陣地將它摧毀掉，它才可以確保它艦隊可以這個進出所謂的第一島鏈。第二個方法，它就是我們現在經常在討論的，也有可能會實現，就是它讓琉球建國，琉球重新復國，然後讓琉球跟中國來講，雙方來講建立一個很好的友誼關係，這樣的話保持中立，那中國的海軍艦隊自然就可以出宮古海峽。第3個方法就是占有台灣，這個我們前一陣子大家有討論過，福建艦最好的母港在哪裡？那如果說地緣來講的話，不就是台灣嗎？如果台灣來講的話，就北邊來講的話，它就不會被琉球群島所鉗制住，南邊來講也不會被菲律賓所鉗制住。它如果從台灣出去來講的話，就是廣闊的太平洋。所以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地緣戰略這麼重要。為什麼高市早苗會講這種話？他認為說是他有把握在宮古海峽這邊堵住中國的艦隊，所以他才敢這麼囂張講這句話。那也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來講的話，一直要統一台灣，除了說是民族歷史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就我國家如果說要發展海權要強大，那最好的進出太平洋的路就是台灣哈，這也是地緣戰略對整個國家發展最大的影響在這邊。所以我認為但是隨着武器的進步哈，未來是不是如此可能會有所改變？比如說
這個有無人機的時代來臨來講的話，哈，那是不是會改變現有武器的這種射程，或者是它作戰的效能，可能會有所改變？但是在目前狀況看起來的話，如果在宫古海峽發生海戰來講的話，以地理上面來看的話，是日本占優勢。是，更多精彩內容，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這期的焦點，我們要帶大家來探討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很強硬，但是現在私底下高市早苗是吃了後悔藥了嗎？怎麼來說呢？因為日本的朝日新聞報道說，其實在高市在發言之後，他曾經就跟身邊的人說他是不小心說過頭了。那現在呢，他身邊的親信也懊悔說，是因為這個官邸的資源不足啦，所以沒有考慮得很周全，沒有想到會有這個反彈。另外一位親信他的說法則是說，其實高市個人的能力是非常強，但是团隊不夠穩固，未來他們要解決。好，那說回來，他的這個不小心說過頭的這個說法，賴教授您來看，他是想要透過這種方式，其實在跟北京遞出橄欖枝嗎？他是在一種障眼法了啊，又在另外一種欺騙。因為我們都知道，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右翼分子啊，他們最擅長的就是騙啊这個字啊，他們幾乎都在用騙的。安倍晉三他自己都說了嘛，就是說有些事只能做不要說嘛，啊，這個和平憲法不能改，沒關係嘛，我們就從這個你看不見的地方裡面來改，啊，那也就是偷偷的，就是說安保啊，美日的安保就修改。2015年的時候把美日安保修了以後，那就是變成有緊急危急事態啊的這個法律就把它寫到裡面。自衛隊本來應該是專屬防衛日本的本土，就說哎呀，我們修改了安保條約，所以我們要去保護美國的軍艦，所以呢，日本就要參戰，啊，就是採用這種方式，就一個一個就改了嘛，就把自衛隊變成一個所謂的國防軍的這樣一個概念，這個就是安倍晉三所用的方法。那也就是說，他在他任內的時候就不說日本有事就台灣有事，可他卸任以後，他就說日本有事就是台灣有事。這個就是只做不說。好，那你想我為什麼會說這個高市早苗的幕僚故意把這個新聞去餵朝日新聞？這個就是一個障眼法，用騙的。他選擇的不是右翼的新聞，他選擇的是左翼的自由派的媒體，因為朝日新聞是日本的第2大媒體，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它是在藝文界裡面啊是最受歡迎的媒體。第三個就是。他長期以來，他就是左翼的、左派的，而且比較偏自由主義，所以他反對修改日本憲法，反對軍國主義，啊，然後他反對慰安婦，他所有的那些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東西，他都反對。好，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左翼的媒體，透過他來說，高市早苗說過頭了，不小心說過頭。這個不小心說過頭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含義就是說，哎，這不是我的本意了，哦，例如說我跟誰吵架，然後我氣急了，我就講了一個非我本意的話，那這個就是我不小心我說了不應該說的話，這個好像就是啊，這不是我的本意，你可以這樣解釋嘛，哦，你也可以這樣解釋，可是如果這不是你的本意，你就收回嘛，那為什麼不收回？對，為什麼他不收回？為什麼官方長官說我不收回？為什麼外相說我不收回？為什麼他派出去的金井正章也不收回？這代表這是他的本意。好，所以第二個層次，也就是說，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嘛。那我不小心說過頭，就是說我不小心把我的底牌說出來了，是嗎？說謊，公然說謊。為什麼？因為同一篇的媒體，同一個採訪裡面，因為他是不具名的官員採訪，而且是聯合採訪。所以不是只有一個匿名者，他是有2個以上的匿名者。另外一個匿名者他是這麼說的：11月7號的凌晨3點，高市進入官邸的書房，開始在閱讀各部會送過來的這些他要接受答詢的答詢稿，也就是各部會送來了，他的幕僚幫他整理好了答詢稿送到他桌上，他開始在看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點要講的畫紅線，
要講的話改了，就都改好了，都弄好了。那已經工作了好幾個月，所以他把重點，他是新聞人呢，您是新聞人呢。新聞人一旦把重點寫上去，把話點放上去，就是那是梗。我就是特別要透過國會答詢，把這個訊號傳出去的頭版頭，絕對會成為日本熱點新聞。誰不曉得？他是媒體人出身的，他專業訓練過的，他當然知道哪些東西一定會是頭版頭，他就是要頭版頭。所以頭版頭以後發現，哇，這個禍闖大了啊！所有人都在告訴他說，安倍晉三只敢做不敢說，美國不敢說。日本的歷屆首相都不敢說，你敢說，你勇。他本來就是要告訴大家，我最勇。為什麼？因為有川普挺我。川普在公開的場合說，我高市早苗只要有求，他必應。這4個字，有求必應，100%滿足你。這個就是當時川普說的是場面話，場面話你這個高市你看不懂嗎？你還給我下不了台。場面話就是說不兌現的，但是高市早苗想利用川普的場面話變成他的後盾，來給極右翼的施加壓力，說我有美國做後盾，我是右翼的老大，不是你麻生太郎。這是對於黨內的派系。另外對外面來說的話，就是我高市早苗，我聲望振隆，我敢做你們都不敢做的事，這是一種極端的挑釁。現在禍闖大了，開始想收了，是。找那個幕僚不匿名的在那邊傳話，騙誰啊？軍國主義者就是一個字，騙。好，來教授說，這個高市早苗禍真的闖大了，因為現在呢，中國這邊北京的反制手段其實最有力的，我們要說到的就是車用晶片跟稀土。那中國呢，您從圖卡上看到，在中重稀土幾乎是掌握了全球工藝。這些稀土呢，說回來跟這個高科技的磁材、半導體、軍工還有新能源，其實都是非常的關鍵的。那舉例來說，日本雖然說很努力自救，但是到2024年底，他們從中國進口的稀土比重，反而是從您看到2018年的50%上升到63%。尤其像是一些重稀土，像是銫、鋰、氪這些呢，都是電動車馬達驅動系統不可或缺的材料。那大家在說一旦斷供的話，其實呢，日本它整個高科技產業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好，委員您來看，如果真的中國真的動手了，就是對這2個車用晶片跟稀土全面的打擊的話，那日本他們的產業，甚至說整個供應鏈會受到多大衝擊？簡單的評估哈，日本的汽車產業看品牌。有的品牌啦，必須減產10%，有的品牌要減產30%。啊，如果減產這樣的話，他們的股票價格會跌多少啊？大家盤算啊。第二個，車用晶片的方面，當然不只是汽車在使用，因為可能很多人不曉得，車用晶片很多在軍事工業上用的也不少啊。你別看那個炮兵移動很緩慢，那也要車用晶片對哈。所以如果這些缺料的話它的計劃中的武器生產量可能要停掉20%然後它的這個電動車跟那個所謂混合動力車，有電動有柴油車減產1半，那除此之外需要稀土磁鐵的只有汽車，不是工具機啊，還有光學儀器所用的稀土玻璃，不只是稀土馬達，稀土玻璃，還有日本最擅長的精密儀器，還有半導體製造設備，全掛，因為它用量比較大那其他的涉及到電動動力用的儲能電池，各式各樣的電池那供應量會全部亂到一團。那有人說，那長期有沒有辦法解決呢？有的，成本2倍對，那因為它要靠回收吧，短期內靠回收來使用所以如果中國大陸祭出這個東西的話，那我們只能祝福日本讚美日本是太厲害了，能夠承受住這麼大的打擊，而且。整個日本產業在為高市早苗的政策付出一個莫名其妙的代價。那到時候就看看日本的民意會不會反轉來這個
批判高市早苗。現在日本的民意還是在熱冲冲的，覺得你看我敢跟中國大陸叫板吶，我敢踩在中國大陸的老虎尾巴上啊，我敢挑戰中國大陸所謂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嘛。現在講都是很開心，那等到事到臨頭，那就可不一定了哈，因為很多東西沒有替代。為什麼？這個電池用的石墨負極材料，100%中國供應。正極材料60%中國供應，他哪裡去拿這麼多的量啊？這是個現實問題啊！哦，那除了剛才我講的鋰電池這些，因為負極材料、正極材料主要講的是所謂磷酸鋰鐵嘛，正極材料主要講的是石墨嘛。那你這兩個在全世界你找不到那麼大的量的供應了，有點像說美國我產大豆可以賣給別人，可是最大的量在中國，那就一樣，它供應就在中國，你其他地方拿不到。越南可以拿一點，澳洲可以拿一點，東側西側。那像車用晶片，連那個最不起眼的安氏半導體的晶片，那個實在是最便宜的，中國不封裝不出口給你，通通就掛了。不過當然了，因為日本它也靠台灣供應一部分啊，台灣比如說力積電有供應它這些晶片哈，那基本上這個安氏半導體影響是歐洲比較多，影響日本比較少。可是不只有安氏半導體的晶片了哦，所以日本最好長個眼睛。好，高市早苗现在对于这个中国叫板，他在国内民意是非常旺的，但其實在政壇現在已經有一點不同的聲音了，蠻兩極的。我們來看到，像是立憲民主黨前首相野田佳彥，他說首相有點說得太超過了，日中關係可能陷入危險。那自民黨的前首相石破茂，他說如果把這個所有情況說出來，可能會削弱原本的嚇阻力。其實這個部分賴教授剛剛也幫我們提到了。好，我們要請教酈將軍你怎麼看？因為現在連同黨的前首相也有不同的聲音。那高市早苗會不會遇到日本內部的反撲？但是剛剛蔡委員提到，他現在在日本的民調是非常高的。雖然說中國對日本不管在旅遊啊，或者是這個電影啊，甚至於今天傳出來水產，甚至於牛肉哦，都採取經濟的這種制裁的相關的手段。但是我覺得短時間之內哦，日本的民眾不會感覺到痛。所以說日本會繼續支持高市早苗哈，所以也就是為什麼他現在的支持度哈會高達69%那麼高。我覺得日本你要了解這個民主哈，這個倭寇民主，它就是生長在一個島上面。你看日本這個島有兩個它很大的一個罩門，第一個就是它沒有縱深。我們從上次福島這個核電能事變就看出來，這個國家只要發生一點核能或者一點重大的這種你不要說戰爭了哈，光核能電廠它就發生事變，對它國家就造成很大一個衝擊。第二個，它所有的資源都要來自於從海上運進來，所以它很擔心它的海上運母線被切斷哈。那它也需要向大陸來發展，所以它每一次對外侵略的時候，對外主動攻擊的時候，它都用同樣一句話，叫做日本存亡這個危機事態哈。那你看9·18事變，他就想要到這個大陸來向大陸來做發展。那之前來講的話，他也是用這句話去用這個當作理由去攻擊這個珍珠港，造成珍珠港事變。為什麼呢？因為他講的就是說，你美軍會不會主動來切斷我的海上運補線？所以我要先攻擊你。當然這次來講，台灣也是面臨同樣的理由。大家不要以為說高市早苗講的話是在幫助我們台灣，不是，他是怕說是台灣一旦被中國控制住以後，他的海上運補線由南往北的運補線會被切斷，所以他才說日本存亡事態哈。所以他是依據這個，不是說是為了幫助台灣怎麼樣，不是。但我們台灣人自己不必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哈。但這也凸顯出我們台灣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那像這種島國，很明顯的，它是屬於一種就是說這個非常不安全感，那對周邊國家敵意也非常的重。這也就是為什麼高市早苗到現在為止，一般老百姓還會在支持他哈，因為島國心態就是這樣嘛，他都會主動去攻擊人，你不去招惹他就會先來弄你，因為他還有一個很嚴重的這種不安全感的心態。我覺得高市早苗未來來講，可能有3條路可以走哈。這第一條路就是他把話吞回去，中國叫他把話吞回去，收回去。但是目前看起來哈，他大概高市早苗在民意這麼高強度的支持之下，我認為這條路可能不太容易，也他大概做不到。第
第二條路就是這個都不講話，保持沉默政策哦，然後等到事情翻頁過去，過了時間以後，看事情會不會自動翻頁過去。我覺得這也不太容易，因為這個中國大陸在這方面來講的話，絕對不會就此罷手，也不會讓他就此翻頁過去，一定要強硬的要他表態，雙方來講也沒有退路。所以高市早苗剩下第三條路，就第三條路繼續誘到底，繼續硬到底。所以為什麼會傳出來說是他可能在12月的某一天突然又去靖國神社，甚至於他有沒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直接所謂的無核三原則就直接引進核子的武器哈，這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恢復他的這種軍國主義的这種就正規的軍隊哈，把它已經這所謂的自衛隊改成正規軍隊，我覺得可能性是很大的，這個東西大家不要輕忽了。但是你如果說繼續這樣做的話，我覺得中國大陸來講的話，一定會誓不甘休。所以這是中日兩國這個衝突來講的話，可能後面來講，我自己研判會越演越烈，因為雙方目前都沒有台階可以下。好，謝謝3位專家精彩點評，我們稍後休息一下。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這節焦點，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荷蘭跟中國大陸之間的安氏半導體的爭奪之亂。我們要來看到，因為在荷蘭9月的時候突然宣布說以國安為由要接管安氏半導體，那其實在北京方面是立刻做出反制了，直接就禁止了安氏晶片的出口，結果是讓歐洲的汽車產業差一點要這個產線停工。那我們看到呢，最新的進展就是現在呢，荷蘭的經濟大臣他宣布暫停接管命令了。為什麼呢？因為是過去2天，11月18、19號，荷中雙方進行了一場會談，那據說是有建設性的，所以中國方面釋出善意了，甚至也恢復這個民用晶片的出口，讓歐洲的供應鏈可以稍微喘一口氣。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是，北京話說得非常直接，他說荷蘭才是導致全球供應鏈混亂的責任方，說這個現在只是第一步，因為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你要撤回這個行政命令嘛。也就是說，現在雙方的對立看起來好像稍微緩和一點，但是本質上的問題呢，現在供應鏈的緊張也沒有完全消失。中國文泰他最新的回應說，對安氏的控制權還是在受限的狀態。所以想請教蔡委員，您看，中國一出手就是出口管制嘛，讓歐洲的車廠也嚇到了。你怎麼看他們這個反制力道？中國大陸的反制是因為中國大陸控制着安氏半導體生產的下游階段，就是封裝跟測試，晶片的製造廠還是在荷蘭。雖然這個文泰科技有幫安氏中國在上海跟江蘇說要蓋了一個新的晶圓廠。那個晶圓廠要明年才會生產，所以工程師調回來了，但是現在還沒有辦法供貨。那如果晶片在中國生產，然後這個封裝測試在中國這個做，然後出口到歐洲這幾個，就是完全中國控制。現在等於是一個人控制一半。對於這個目前呢，荷蘭的政策是說我撤回這個所謂的行政命令，可是北京是要你撤銷行政命令，但是我是暫停，暫停。那這個是有差距，等於是暫時一個妥協的狀態。我相信這個荷蘭政府雖然是暫停，它不會再實施了。你再實施回到原狀的話，那你不被歐洲一講不來踩死。因為荷蘭主要是靠德國吃飯的，所以這個國家也不長眼睛。但是你說文泰還沒有完全控制是事實，因為什麼？他的 CEO 還沒上任。然後原先叛變的那幾個外籍高管還沒有鏟除，因為一定會鏟除漢奸的嘛，鏟除汪精衛嘛，所以這個還沒鏟除嘛，那這個還沒鏟除，所以他可能在控制還會碰到這些障礙，不過我相信會解決了，會解決。那如果文泰科技的 CEO 上任安氏荷蘭的 CEO，然後把這些人開除，換上他自己派的。比如說德國的高管這個這個時候很簡單你就這個文泰科就打個電話給那個誰，給那個賓士跟 BMW， 你們派個人來當副總，就當營運長就來了，你根本不用管什麼事，反正客戶是這些人嘛，他們自己會把事情料理好，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時間因為不至於說會一直僵下去，因為荷蘭這個政府也快下台，下一任政府誰把你收成爛攤子，
根本懶得管嘛啊。那這個安氏之亂啊，應該是給歐洲一個很大的教訓。就是說，你要欺負中國的企業，那你要墊斤兩啊。那第二個，那個你要脫離中國的供應鏈，你要考慮你成本有多高啊，風險有多大啊。然後第三個，還是跟中國好好相處比較實際。這從來沒有中國找你麻煩，都是你們找中國麻煩啊。中國沒事幹就找你麻煩。中國是哲學是和氣生財嘛，啊，大家有錢一起賺嘛。當然講的比較高遠一點，名字叫什麼？人類生命共同體啊，其實有錢大家賺，好吧？啊，你自己荷蘭不長眼睛，你聽到哎呀，這個美國說有要什麼50%的這種滲入法，你就主動跑去當打手。還沒想到美國躲到一邊去，不干我的事啊！你不是丟在這個馬路上挨揍嗎？哦，所以荷蘭給個教訓，其實也會給歐洲很多國家一個很好的教訓。好，其實這一場晶片之亂呢，真的是全球都在關注了。怎麼說呢？因為它安氏的這個晶片呢，它不是說這種很厲害的尖端的這種 AI 晶片，它做的就是現在呢歐洲最缺、最怕被卡脖子的這種晶片。它做的就是功率半導體、車用還有工控的這一種晶片。那像是很關鍵的電動車、機械手臂、軍工設備，通通都是靠它們。好，其實除了荷中兩國呢，包含了歐盟各國，這一次大家也都跳進來很關注，就是因為歐洲的汽車大廠，包含剛剛蔡委員提到的賓士啊、BMW 還有 Volkswagen， 其實他們都是安氏的大客戶。簡單來說，就是被安氏綁着嘛，所以呢，現在不只是監管併購，他們是在保護自己的產業命脈。那我們今天想探討的，包括剛剛蔡委員其實剛才也稍微幫我們提到了，想請教賴教授，您來看安氏它晶片這個背後牽動的，其實是不是還包括美國對中國科技政治封鎖的這個紅線呢？我個人是這樣認為了，美國丟一個餌出來，然後看哪一些強盜、哪一些貪心鬼啊、貪吃鬼，就過來咬這個餌啊。那這個很明顯的就是荷蘭的右翼政府，荷蘭的右翼政府，它基本是法西斯政黨嘛，然後他看到美國丟出來這個餌了以後，就迫不及待的想來吞這個餌了啊。那為什麼這樣的來做比喻呢？就是說，本來安氏在荷蘭是一個賠錢的企業，啊，虧損累累，已經要倒了，所以後來是中國用全資把它買下來，所以中國的控股是100%。然後中國買下來了以後，由於中國的 CEO 的經營能力很強，然後以中國的市場作為基礎、作為基底啊，所以它開始賺錢了。所以它變成從一個虧損的企業到賺錢的企業，它也給當地的荷蘭人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啊，然後也滿足了歐洲的各個車商他們穩定的這些晶片的來源，其實是多贏，也就不只是雙贏。是多贏的一個局面，但是這個右翼的政府就貪吃鬼啊！他看到一個從虧損到有錢的，到賺，而且他賺很多錢，賺了很多錢的這個企業的時候，他就想利用美國人的手，想把這個企業吞下來，所以他是一個強盜，他就是要強搶這個中國人的財產，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我們提到了就是他知道這個晶片的公司。他雖然不是做高階的晶片，例如說他在荷蘭這個部分是做設計，然後他的生產製造事實上是在德國，他在德國生產製造完了以後，然後的晶片嘛，然後再送回中國的深圳，在這個地方進行封測，最後封裝，然後再運回去給德國的汽車來使用，是採用這樣的一種方式。所以基本上來講是全球的產業鏈的一部分。好，荷蘭他認為他控制了這個晶片以後，他事實上對德國他就有更大的影響力了，因為德國、美國部分的還有日本部分的廠，那他等於是他們全世界的60%的歐洲廠的晶片都控制在荷蘭手中，這個右翼政府就更有籌碼了嘛。可是問題就是他沒想到偷雞不着18米。也就是當他要偷吃，想借由美國人的手啟動的一個從來沒有使用過的所謂的1952年的法案，那這個法案他就要偷吃了。那他沒想到中國政府是給企業當後盾的，這個情況就跟當初美國要吃華為一樣，中國就給華為當後盾，所以華為不但活下來了，而且活得更好，而且現在更為壯大、更為強大了啊。
那現在的情況是，我相信安氏將會更為壯大、更為強大，因為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中國的企業，也沒有人敢欺負安氏了，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出來了，我就是他的後盾。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荷蘭這一次的右翼政府是真的是沒有從美國的經驗中學到教訓，這個是吃的虧吃的大。但是問題是在這個事情還沒解決，為什麼？因為它是暫停，對，不是撤回，不是撤回。那所以企業法庭的裁決仍然有效，你政府撤回了以後，企業法庭才能夠裁決。就是說，因為你是政府要接管嘛，那你現在政府說不接管了，那企業法庭才能夠裁決原來的裁決無效。我覺得目前問題還沒解決，中國還會跟荷蘭算了沒完的賬，而且我覺得這筆賬還要繼續算下去。好，確實現在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們來看到荷中兩方的態度，因為荷蘭一方面它是要配合美國的出口短制嘛，剛剛說這個但是一方面呢，它也不敢真的讓中國翻臉，因為包括了ASML 整條供應鏈其實都是非常需要中國市場的。那在中國大陸這邊，那當然也不太可能退啦，因為安氏是中國大陸在歐洲非常有這個深度布局的半導體企業。那只要西方把政治成本拉高的話，大陸方面當然會覺得說，你這個根本不是監管，你是阻止中資企業我們在歐洲立足。所以請教酈將軍，以戰略的角度，你怎麼看這一局？到底是荷蘭的監管，還是美國的技術圍堵，透過盟友在執行？那中國大陸會不會他們是被強逼着要反擊？我覺得這次來講，如果讓荷蘭政府將安氏這個企業來講搶去的話，第一沒有天理，第二沒有道理。我先講為什麼沒有天理，這明明就是一個搶劫嘛。荷蘭如果說你把它形容成一個海盜國家就是一個海盜國家，看到安氏這個本來由虧轉盈了他就要搶這個企業。那不就是海盜的作為嗎？而且你不但是海盜，我覺得你就是索馬利亞的海盜。就你去搶的是什麼？搶的是一艘軍艦，是吧？你有沒有看過說是一個海盜船去搶奪一艘軍艦能夠成功的嗎？所以我覺得這是沒有天理哈。這個搶劫或者是偷竊都是不對的行為。那第二個我講為什麼沒有道理？因為現在全世界來講的話，那不管是方方面面的不只是科技事業。包括到其他事業都是很脆弱的一個供應鏈。我們就以這個半導體的事業、晶片事業來講的話，這一次來講，中國確實扎扎實實給歐洲上了一課，對不對？好，這個從晶片來講，從設計，然後到這個從生產晶片到封裝然後最後來講供應到所有汽車的產業汽車產業之後，它才能夠裝配到它的汽車上面才能夠行銷到所有的消費者手中，這是一條的產業鏈那如果說其中有一個環節斷了的話，我覺得就會造成整個供應鏈整個崩潰掉，而且這供應鏈我覺得是非常脆弱的。安氏就是如此嘛，你這個只是一個晶片不送到中國去封裝，大概整個產業鏈，包括到汽車產業鏈，全部都毀掉。所以艾斯摩爾在這件事情上面來講的話，他們居然說是用鬆了一口氣來形容這件事情，因為艾斯摩爾事實上它也是一個供應鏈，我製造出來這種不管是 EUV 或 DUV， 我當然要找到客戶來買。那客戶來講買了以後，這個我後續的這種維修或者是保養或者是技術指導來講的話，這都是整個產業。然後完了以後，依據這個晶片公司製造晶片生產的晶圓的，才能夠去生產晶圓。但是你要製造這個 EUV 或 DUV 一樣，你要有很多的供應鏈包括到中國的稀土。所以我覺得後續來講的話，中國在這方面來講，它確實是很強大。所以我剛剛用軍艦來形容這次的搶劫。你知道中國來講，它很多東西它很強，譬如原物料譬如說人才，譬如說技術，它方方面面都有。還有最大的最重要，它有一個很大14億人的一個市场。所以我覺得，如果說這次來講的話，中國確實給歐洲上了一課，全世界大家所有供應鏈是互相這個互依互存的啦，不容任何一個中間來講有任何一個人作怪將它斷掉。好，更多精彩內容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謝謝
焦點我們要來關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封鎖，不但沒有殺死華為，現在反而逼出了一個更強大、更全面而且無懈可擊的科技巨人了嗎？我們要來看到是華為官宣說，11月25號的時候有這個新品發布會，會有新的旗艦手機 Mate 80系列、Max X7 AI 全場景的新品都要全面亮相了。那這一次呢，華為它不再是試探，因為它直接對標的就是蘋果要發起這個最強烈的挑戰。而且現在大家在討論說，其實現在呢最害怕的西方國家最害怕不是說這個手機，而是這個中國最神秘的晶片麒麟9030。因為外界的傳聞包括說它的晶體管密度逼近了台積電的3奈米，還有說整體的性能呢提升20%，而且華為的絕招不僅於此哦，因為現在說是硬體不夠，軟體來湊。華為即將要發布的這個 AI 突破性軟體技術 Flex AI， 這個技術的核心效果，您從圖卡上看到，他說可以把 GPU、NPU 利用率從30%提升到70%，那統一調度升騰加輝達多家的硬體。對標的是輝達收購的 Run AI 核心技術，顛覆了傳統的這個數據存儲的認知。好像現在大家在看說華為的這個算力黑科技，等於它是用軟體重新來定義這個算力規則，找到可以他們在 AI 科技的戰道上可以彎道超車的這個制勝密碼。蔡委員，您看大家都在討論說這個麒麟9030它的傳聞很多嘛，包括我們剛剛提到說它的這個晶體的管密度啊逼近台積電3奈米，那整體性能可以再提升20%，它葫蘆裡賣的是什麼樣的藥？麒麟9030當然是最新的晶片，但是它是手機晶片，它不是 AI 伺服器的晶片哦，大家先做個區隔。這個手機的晶片啊，可以裝在最新出來的 Mate 80的手機哈等等。那它有很多的這些已經宣布或者尚未宣布的新的效能，不過它的晶體管密度是不是有3奈米？因為沒看它官方這麼說，對啊，都大家猜的，所以只是說逼近啊，是台積電3奈米。那我們看到再來提這個，那整體性能比原來的提升20%，這是確定的。啊，因為他已經先給別人測試過了，確定是如此哈，所以我們這個再看看華為能夠每一年哦，就有一個很大的一種提升手機的性能哦。我只買到 Mate 60，再下去沒錢買了哈，所以它增長的速度非常的快哈，這個就是一個創新力的表現，這也是它能夠這個一再的往上這個飛騰的重要原因。那他現在希望說，他出來的手機哈，不只是限制於鴻蒙系統，能夠跟其他系統呢共構，所以開始說我可以跟那個什麼，可以跟那個 iPhone 哈，什麼怎麼用相容啊傳達。那如果做到跟 iPhone 跟 Android 能夠相容傳達的話，那他離開中國大陸就打遍天下。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對啊，對啊。好，確實，那中國不但在硬體上是拼命追趕，現在軟體呢也是彎道超車了。好，賴教授，您來看這種思維可不可以奏效？那是不是現在是把美國直接逼進死角？我覺得剛剛蔡委員講的是從從容容啊，他真的是打得那個美國連滾帶爬啊。我覺得這個是已經成為一個現實了。我長期使用華為，我剛好運氣很好。就在台灣要封的那一個瞬間，我買到，那時候是在大陸，所以他的那個時候的 Android 系統還是可以跨的啊。然後我兒子因為工程師嘛，他就幫我跨過來。你看那是5年前的事情哦，沒有壞過一次。到現在嗎？沒有壞過一次，沒有維修過一次，而且摔了不知道多少次啊，也沒破。更重要的地方在哪裡？它的電池超強。那我後來是現在已經到5、6年了嘛，因為壽命終於這個它的速度沒有辦法像我們現在所需要這麼大容量，所以我必須要買。可是我在台灣買不到華為，不能用華為，那所以只好換另外一台手機，美國的。坦白說，我必須平心而論，我1天的電池不夠用，還沒到晚上，白天還沒到晚上，電池耗光。可是我以前華為到第2天還有電，那我用的，而且呢5年內它的電池不會減少，我現在才買新的，1天的電池就不夠了。這代表什麼？代表差太多，而且實在是很不好用。所以如果有 Mate 80出來的話，坦白說，我真的是期望它能夠融到完全已經台灣的任何憑借都不會有了。
也不用 VPS 了，也不用翻牆，都不用。我覺得那這樣的話，我一定要馬上改回來。因為實在是太好用了。好，您提到了有關於軟體跟硬體之間的相補的問題，我覺得中國大陸它在當時硬體被卡住的時候，它就用軟體的方法要來解決問題。那它的軟體確實突破了，可是問題是它的硬體並沒有停止，它的硬體的發展研究繼續在走。所以當它的硬體突破的時候，它事實上軟硬兩邊的相互輝映啊，它的功能就更強大了。因為一般來講，當我的硬體很強的時候，我為什麼要花很多錢在軟體上呢？可是等到我的硬體也被追上了，它的軟體更超越的时候，那我拿什麼來去跟它競爭？所以我覺得，當大陸一旦解決了硬體的部分的時候，它的軟件成為絕對的優勢。在這個情形下，你認為有哪個國家可以跟中國大陸的手機來比？我覺得都打不過了啦，應該就是投降了。因為大陸的坦白說，華為，我還是幫他們做廣告，太好用了。有業配哦，沒有業配，真是太好用了。所以代表那個蔡委員的60還可以繼續用很久，哦，30都可以用啊，到現在還是30都非常用。好，我們要來看你剛起来講那個 Flex AI 跟手機沒有關係，它是 AI 伺服器在用的，它對焦的是什麼？是這個輝達的這個所謂 Run AI， 它叫做 AI 容器，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概念。什麼叫 AI 容器呢？就輝達來講哈。他把所有的各式各樣的軟體在調整它 AI 運算的效率，就是說這邊比較忙，我調過來這邊用，這邊比較忙調過來，那個叫做調度平台，叫 Run AI。但是現在這個華為的 Flex AI 要更強，它不只是軟體在調度，它連硬體都可以調度，而且它不只是調度它自己的升騰晶片，它還可以調度輝達的 GPU， 還可以調度 Google 的 Tensor 晶片，因為是不同系統的晶片，還可以調度寒武紀的 NPU， 所以它是一個把硬體跟軟體統一調度的平台。那這是全世界第一款這種所謂 AI 平台的資源調度，唯一把硬體跟軟體一起調度的。是。那輝達目前只調度軟體平台。好，中國之所以可以在軟硬體呢都彎道超車，就是因為它背後是整個中國的半導體產業鏈在突圍。我們接着要來看到的是，透過哈勃投資，華為現在布局了上百家的半導體公司，從設計、材料、設備到 EDA 工具，通通都自己來。所以您看到他說打造了一道去美化的鋼鐵長城，而且更讓人振奮的就是寒武紀的這個 Neoware 軟體平台，它也開始對華為的 CUDA 發起了更多的挑戰。過去呢，這個華為是壟斷了全球的開發者生態，但是寒武紀它現在做到的是跨晶片、跨場景無縫接軌，而且呢還兼容這個 PyTorch， 說讓開發者用起來可以更加的順手。好，那為什麼可以這麼全面的推行呢？因為更關鍵的就是中國官方說了，你用國產 AI 晶片的企業有能源補貼。好，換句話說，中國現在就是啟動了 AI 國產化大遷移。那這一波變化很可能會直接改變的是全球的競爭格局。所以請教酈將軍，那也就是說，輝達的壟斷時代結束了嗎？我們可以這麼預測嗎？我們講 AI 競賽，AI 為什麼要競賽？為了賺錢嘛，對不對？歸根結底就是為了賺錢。那怎麼樣能夠賺錢？我有很多的客戶都會用這個不是只有少數的科學家會用，連阿嬤他都會用 AI， 那你就一定賺錢。那怎麼樣讓到阿嬤他們、阿公他們都會用？第一個就是好用，第二個就是這個容易用，連他們都會用。第三個是耐用，就像剛剛賴老師講的耐用。所以我覺得寒武紀它現在的發展理念是這樣，它用晶片做一個算力的一個基底，然後用軟體來釋放這個晶片的這種計算的能力。然後就像你剛剛講的，用工具來什麼，讓工具來講可以讓降低使用的門檻。就這個我用這個工具，又不會說只有高階的科學家或幹什麼，要教授他們才會用，就一般的尋常老百姓、普羅大眾都會用。最後來講的話，它所謂生態，也就是說可以擴大它的使用的用戶。那目前來講，寒武紀是在朝這方面在努力。所以說，一個 AI 的發展不是說在你做的晶片好就一定好哈，這不是說是光這個這個 NVIDIA 的 Blackwell 晶片是比較高階的，它就一定好。你必須要有其他的，包括到軟體的配合，包括到客戶的使用，包括你工程師的設計，最好能夠讓大家能夠使用。我以前一直有一個觀念哈，這個議定可能有這種，你覺得電鍋比較好用還是電子鍋好用？
這個很多，我跟你講哈，你問老人家年紀大，一定說電鍋，還是用電鍋？為什麼？他一個按鍵按下去，他就可以煮飯，不管蒸或幹什麼啊，確實是簡單好用。我覺得 AI 未來的發展也勢必朝這個方向。那之所以中國如果說是要跟未來跟美國在這個 AI 晶片上面做競爭來講的話，我想說，黃仁勳講得很清楚。黃仁勳他曾經預言，如果說不讓他的 NVIDIA 賣到中國大陸去的話，那中國可能在5到10年之內，搞不好還更早了、更快，就已經在這方面超越了中國。為什麼這樣講？第一個，中國現在已經H20已經這個禁止使用了，它願意提供更多的補助，包括寒武紀這些晶片。如果你用國產的晶片，我可以更低的這個價格補助。那中國來講，大概從事這種 AI 晶片開發有100萬的科學家，正在這每天24小時很認真的工作。但是矽谷從事這個大規模的這種開發的工程人員大概只有2萬人而已，所以人數它就比你多嘛。第三個，我們講說是華為晶片來講，現在我們剛剛講的9110它有一個9110C，它的算力之前都認為說是 NVIDIA H100很好用這個，但是9110C它的算力，黃仁勳自己親口講，它的算力只比 H100要低8%到12%。所以從這方方面面看起來，如果說給中國這個不管寒武紀或者是更其他的相關的 AI 的企業來講，給他更多的補助，給他更多的幫忙來講的話，我覺得中國很快會在短時間這個超越過美國。這也就是為什麼黃仁勳一直很焦慮的一件事情。我覺得是美國自己在拱手把這個 AI 競賽的這個冠軍的獎杯自己奉送，因為他的管制讓這個獎杯奉送給中國。是，那蔡委員這題你怎麼看？輝達壟斷的生態的這個時代要結束了，因為現在是全村的希望，甚至說全球的希望，輝達那接下來會被超車？不會，它會更大。為什麼？因為包括寒武紀也是架在輝達的模式上面啊，包括那個華為也是架在輝達的模式上面，所以變成說。它跟其他是同步成長，你成長我就成長，這是一個很特殊現象。為什麼？你看那個他用的 Neurware